日前，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3任务凯旋。任务期间，全体官兵再一次用真诚、爱心、精湛医术和良好形象，当好健康使者、和平使者、友谊使者，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受到到访国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赞誉。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也是关键基础。下面让我们跟随和平方舟号传递友谊、撒播大爱的航迹，感受“一带一路”的澎湃活力。评论员曹卫东、陈曦共同在线深入解读。欢迎凯旋！9月19号，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靠泊浙江舟山某军港，圆满完成和谐使命2023任务。此次任务，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从7月3号起航，历时79天，总航程1.2万余海里，赴基里巴斯、汤加、瓦努阿图、所罗门群岛和东帝汶等5个国家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任务官兵用无疆大爱和精湛医术，当好健康使者、和平使者、友谊使者。每到一站，和平方舟都受到华人华侨到访国民众的热烈欢迎。任务期间，全体官兵在与到访国高频度、多领域、深层次广泛交流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积极履行国际义务的大国形象，展现了中国军队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真诚态度。期间，共诊疗各国民众41358人次，体检491人，收治住院61人，实施手术192例，CT、DR 等辅助检查25307人次。先后派出47支医疗分队深入34个社区、街道、学校、医院开展医疗服务。综合运用小艇、直升机等方式投送医疗分队前出外岛4次，接生和平宝宝3名，单站最高接诊总量10947人次，主平台日均就诊量1253人次，创下了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以来全要素展开下单站接诊量最多、前出外岛巡诊次数最多、接生和平宝宝数量最多等记录。任务期间，海上医院监护组累计收治住院病人61人，通过贴心的诊疗、精湛的护理，全程全时为住院患者提供优质周到的医疗服务，让他们体会到来自中国军医的真心、真情和真爱。任务过程中，共有37名患者完成眼疾手术，重见光明。这是一名受白内障困扰接近10年的基里巴斯居民，听到船上能开展白内障手术的消息，他在家人的陪伴下，第一时间来到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眼科诊室。中方医生为其制定了全流程、精准化的诊疗方案，让他重见光明。胸廓。医院船带来的不仅是光明，还有包括拔罐、针灸、推拿在内的传统中医门诊。和平方舟载着中华民族传统医学漂洋过海，把中医药文化根植于南太平洋。中医科作为海上医院的特色诊室，已经接待了近4000人进行中医诊疗，深受到访国的政要和民众欢迎。中医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闪亮名片，正在进一步深入千家万户，走向世界各地。在访问瓦努阿图期间，中瓦2国军医还共同完成罕见巨大肿瘤切除手术。8月9号上午，31岁的维拉港市民科特·伊特纳来到和平方舟主平台，经过检查，患者被确诊左侧甲状腺巨大肿块，肿瘤直径长达10厘米。肿瘤已经完全压迫气管，并发生气管移位。如果不及时进行手术治疗，伊特纳将逐渐呼吸困难，最终窒息。通过联合会诊，海上医院决定为伊特纳实施手术。为了确保手术顺利，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诊疗组、中国援瓦医疗队外科专家和瓦努阿图外科医生组成联合专家治疗团队。经过1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
一块直径10.5厘米、重达500克的肿瘤被成功切除。我们立足于海上医院现有条件，通过双方医疗团队的通力协作，顺利完成了手术。目前患者术后状态良好。在过去10多年里，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执行和谐使命系列任务中，给无数个外国家庭带来了健康和希望。每到一国，都刮起了阵阵温暖的中国风。我身边的这个相册就记录着和平方舟的使命之旅。从这些照片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军医以热情的态度、精湛的医疗技术，为到访国民众展开各种医疗服务。这些照片同时也在讲述着一个个感人的故事。这几个婴儿的名字分别是中国和平方舟、和平方舟，他们都是在和平方舟上出生的和平宝宝。截止目前，在历次和谐使命任务中，已经诞生了11位和平宝宝，这一数字仍在不断增加，充分说明了和平方舟是一艘呵护生命的科技之舟。在这些和平宝宝出生的时候，曾有过危急时刻，均被中国军医凭借精湛的技术一一化解。第一位和平宝宝出生的时候，中国军医就遇到了挑战。2010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当年11月9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访问时，接到当地医院紧急求助，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孕妇杰纳特有早产迹象，命悬一线，请求帮助实施手术。于是，船上医护人员立即赶到当地医院，冒着巨大的风险展开剖腹产手术。现在，让我们来听一听当时的主治医生陈磊以及麻醉科医师盛瑞芳讲述当年紧张的救治过程。这个产妇就来到我的诊室，一打量就是觉得她浑身肿得特别厉害，她是严重的二尖瓣狭窄。二尖瓣狭窄，简单的说，就是心脏对身体的供血减少了，相当于水龙头不能够完全打开。给这样的产妇做手术风险都是相当的大。打上了麻醉以后，时间大概只有5分钟，产妇出现恶心、呕吐。因患者有呕吐，血压降至70/40毫米汞柱，心率67次每分。我一看就发生了仰卧位低血压综合征。孕妇平卧以后呢，子宫增大，它会压迫大的静脉血管，导致回心血量明显减少，那么血压就会降下来。我当时看到监护仪上这个值以后，赶紧让那个台下的麻醉师帮我把床往左侧摇，旋转30度。麻黄碱静推3毫克，欧班5.5微克每公斤每分钟，补液加快。我立即给产妇静脉注射了少量的麻黄碱，果然5分钟之内，产妇的血压就恢复了正常。手术进行了40分钟之后，这名婴儿终于顺利出生，母女平安。看着只有3斤多重的女儿和刚从死亡线拉回来的妻子，孩子父亲当场为她取名叫阿里法沁。沁在孟加拉语中是中国的意思，让孩子永远记住中国，记住中国妈妈。如今沁已经12岁了，在健康长大的过程当中，她曾经多次与中国妈妈重逢，感动温馨场景不断的上演。沁还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写信。在今年6·1国际儿童节前夕，沁收到了一份极为特殊的节日礼物——习近平复信阿里法沁，鼓励他努力学习，追求梦想，传承好中孟传统友谊。深圳卫视记者此前曾受邀登上和平方舟号医院船进行采访拍摄。我身后的这艘舷号为866的大型舰艇，就是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它是我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万吨级制式医院船。由于它的吨位很大，并且一身洁白，因此呢，也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大白船”。和平方舟因为船体洁白，船上的红十字显得格外鲜艳。这艘船长178米，宽24米，高35.5米，共有8层甲板，排水量14000余吨。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战时主要担负海上伤病员的医疗救护与后送，在平时主要担负我驻岛礁居民和官兵的巡诊，执行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服务，重大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
和军事医学交流与合作任务。和平方舟堪称一座现代化的海上3甲医院，设有伤病员换乘、减伤分类、门诊、住院、后送撤离5大医疗区，总面积约4000平方米，配备有各类诊疗科室18个，涵盖外科、内科、妇产科、儿科、眼科、中医科等临床科室，共有300张病床，配备有 CT 机、X 光机等一流的诊疗设备。在我们的手术区一共有8间手术室，目前我们所处的位置是2号手术室。那么，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手术床，这是我们的无影灯。另外，在我们的无影灯上方还有用于远程视频会诊系统的摄像头。那么，我们所有的医疗设备的水平现在已经达到了国内3甲医院的水平。从2008年入列至今，和平方舟已先后到访45个国家和地区，为29万余人次提供医疗服务。这艘中国海军的大白船，很好地诠释了中国军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2009年10月20号，和平方舟从上海起航，执行医疗服务万里海疆行任务，开始了首次海上探索之旅。从黄海前哨到南沙永暑礁，从最初的送医送药、体格检查、健康咨询，到直接实施海上手术，历时40余天，为8000多名驻岛军民送去了健康和关爱。2010年8月31号至11月26号，和平方舟首次跨出国门，赴亚丁湾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孟加拉等亚非5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任务。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入列10余年以来的一张航迹图，而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2块展板，上面是依次排列着和平方舟号到访的国家和地区的旗帜，而这些也都记录着这艘友谊之舟的一道道深蓝航迹。和平方舟船呢，是新时代人民海军走出去战略实践运用的重要力量，也是加快推进海军转型发展的时代先锋，赢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赞誉。开展对外医疗服务，履行的是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展示的是大国风范，奉献的呢是真诚爱心，体现的是精湛的技术，传播的是和谐理念，营造的是和平环境，就是对习主席人类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在执行和谐使命任务期间，中国军医以热情的态度、精湛的医疗技术，为到访国民众展开各种医疗服务，为无数家庭带来了健康和希望。船上官兵自豪地称，医院船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民众和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能够给他们带来健康感到非常骄傲。在18年和谐任务当中，在瓦努阿图那一站，它那个码头是邮轮码头，我们也靠不了岸，所以说我们当时采取的方式是就是抛锚，就每次靠我们的就是救生艇送他们来回。当时就是远远望过去，在船上望过去的时候，那海岸线真的只是从我们安检点一直往后推，就是压根就看不到边，人流量实在太大。在海外医疗服务期间，我们是一个多面手。不同的岗位有着不同的苦和累，也有着不同的喜和乐。但是在看到码头患者经过我们医治以后，看到他们脸上由衷洋溢出来的感谢的表情，简简单单的一句 Thank you， 让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到自豪和骄傲。15年来，和平方舟无私救助生命的事例举不胜举。除了展现中国军医精湛的医术以外，还让世界看到了和平方舟的立体救护能力。这是我们船所独有的登陆艇，全船一共配有2艘登陆艇，呈左右对称布置。那么这艘登陆艇可以搭载15名人员以及1.5吨的医疗物资和器材，或者是搭载一辆小型的救护车。它的主要作用是当母船无法靠岸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条登陆艇来把我们医护人员、医疗设备还有物资器材来输送到岸上去，从而实现岸海的无缝对接。此外，和平方舟上还可搭载一架舰载救护型直升机，搭建一条空中快速救援通道。
到访国民众曾惊呼：“中国军医从天而降。”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我们船的起降平台，它可以主要保障直8救护直升机起降作业。在战时，通过我们的起降平台，直升机可以更加快速、安全、有效地来转运换乘和后送伤员。那么在平时我们执行国外医疗服务的时候，这个平台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加快捷地去转运我们的医护人员，从而更好地来开展医疗服务。2019年12月13号，中共中央宣传部授予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时代楷模荣誉称号。和谐使命2023任务是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第9次执行和谐使命任务，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国防部表示，和平方舟号医院船体现的是中国军队的道义担当，已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暖心大白。请教一下曹先生，您是如何来看待和平方舟足迹遍布全球大洋，开展人道主义医疗服务的意义？我们看这个和平方舟号的航迹啊，虽然遍布全球，但是它主要呢航迹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也就是非洲啊，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呀，还有南美啊这样的国家。那这个航迹又说明了什么呢？因为习近平主席啊，在就是“一带一路”的这个关于重要的指示里边啊，讲到了，就是国之相交在于民之相亲。那我们看，就是你的这个医院船到了这些国家之后呢，是为他们的老百姓服务的，是去这个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呀。所以这个是雪中送炭的事儿，而不是锦上添花的事儿。所以呢，当我们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这个百姓啊，治好了他们的疾病之后呢，这就本身就是讲好中国故事，本身就是宣传了我们中国。在和平方舟执行和谐使命2023任务的相关报道中，我们注意到船上官兵和医护人员多次开展海上立体救援、远海卫勤保障、反恐、反海盗和直升机前出等针对性训练。请教一下陈先生，这体现和平方舟怎样的救护能力？这体现出咱们这个和平方舟这艘医院船非常强大的一个远海卫勤保障能力。因为咱们这个和平方舟呢，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艘这个排水量超过1万吨的专门建造、专门设计的医院船。那它有这个几点呢非常大的优势。第一点呢，就是它这个船呢是专门设计出来的，它是供这个军用这卫勤保障的，所以说它是按照比较这个高的标准，按军舰的标准，那它的舱室是比较坚固的，然后它的这个损管能力很强，然后消防泵站这包括这些这个防火抗爆这一些标准都很高。那么第二呢，是它的航行能力强航速比较快。另外，海上自食能力也非常强。这些呢，这个任务本身就可以大大的锻炼能力，那提升咱们这个远海的这个救治伤患的能力，包括呢，抢救伤员或者是这个为咱们国家在海外进行大量这个医治活动或者医疗活动呢，提供支撑。那这一点呢，跟这个训练跟这个一个是远海任务跟训练都是互为补充的、互为依托的，他们不能互相替代，但是呢，互为补充、相辅相成，能更好的提升我们的这个能力保障咱们这个远海的这个卫勤保障专门的任务。除了和平方舟以外，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天使医疗队上个月也前往柬埔寨，与柬埔寨王家军卫勤分队组织为期13天的和平天使2023卫勤联合演习活动，并为柬埔寨官兵和民众提供义诊等医疗服务。请教一下曹先生，您是如何来看待中柬两军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巩固中检传统友谊？那它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所以我们呢，首先是从排雷还有一些就是反恐维稳这些方面合作。那么在医疗上呢，我们进行这种军事上的、后勤方面的、卫勤方面的这种合作呢，一个是我们可以直接为柬埔寨的这些军民服务还有一个呢，我们可以在相互的这个联演中、联训中相互的学习，并且呢，也可以帮带就是使柬埔寨的这个就是军事后勤，还有就是卫勤方面的他们的水平呢增长那么与此同时呢，它两军的这种交往呢，也可以增加
两国的关系，也可以增加就是柬埔寨这些民众以及他们的官兵对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了解，对中国的了解。近年来，中国军队参与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务的领域之广、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无论是联合国维和、亚丁湾护航，还是国际救援，中国军人勇往直前，用汗水、鲜血，甚至生命捍卫世界和平与稳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0月1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自1990年首次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派出军事观察员起，中国累计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从排雷清报、监督停火，到安全护卫、紧急救援，不管面前是硝烟战火还是疫情灾害，中国维和部队的官兵都英勇无畏，不辱使命，守护安全与稳定，为此不惜献出生命。他们既带来和平的曙光，又播下发展的种子。他们的担当与大爱赢得当地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汪文斌强调，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走过了30余年不平凡历程。今天，中国已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第2大维和摊款国，被国际社会誉为维和行动的关键因素和关键力量。中国将继续做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参与者，以实际行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30多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中国维和军人前赴后继，向险而行，为世界和平英勇出征，砥砺前行。然而，也有25名中国军人先后牺牲在维和一线，为了人类和平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大都因当地暴力冲突升级而牺牲，但也有一些是遭遇了疾病或者意外。2016年6月1号凌晨，中国驻马里维和部队遭到基地分子火箭弹袭击，3级士官申亮亮不幸遇难。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条件有多恶劣，危险系数有多高呢？深圳卫视记者曾经采访了参加过联合国海地维和任务的中国退役军人张申荣。我是2007年代表中国参加为期8个月的联合国海地维和行动。因为在部队的服役期间呢，让我明白了，其实我们没有生活在和平的年代，只不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已。所以我们要居安思危。张申荣还讲述了在执行海地维和任务时多次经历生与死考验的瞬间。在整个的维和期间，危险是无处不在的，所以特别是在处理突发事件方面给予了高度赞扬。From my side, I mean, I think China addresses this issue very carefully and responsibly, and you carry on risk mitigation plans to make sure that the risk is to zero, as close to zero as you can. 除了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以外，中国还连续15年不间断地先后派出45批护航编队前往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让我是中国海军护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16频道呼叫我。这条以中英2种语言播发的通告，成为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中外商船的平安之音。10月5号上午，在海军01舰的伴随护航下，巴拿马籍中兴门号散货船安全抵达亚丁湾 A 点解护，继续向目的地航渡。这是中国海军第1589批护航任务，也是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完成的首批护航任务。10月2号下午，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接到中兴门号杂货船特殊护航申请。接到护航申请后，01舰第一时间与备护船舶建立联系，了解其船体参数、舱室布局、人员构成等情况，结合周边海域水文气象环境、海盗活动特点等，周密制定特护行动方案。此次护航任务历时50多个小时，跨越590海里。护航途中，编队分派值班力量，
对周边海区进行全时监控，同时随舰直升机组和特战分队进入常态战斗值班状态，确保一有险情准确预警，快速反应，已安全抵达检护点。祝愿你们后续航行安全，顺利抵达目的地。感谢中国海军的护航，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截止目前，中国海军累计派出在甲板上分区列队，向欢迎人群挥手致意。据了解，这是海军第44批护航编队开启访问行程的首站。在访阿期间，还举行了甲板招待会、联演联训、文体联谊等活动。此外，中国军队还经常积极派出人员赴海外，与外军针对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联演联训，以强化在地区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防灾减灾方面的合作。10月13号，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透露，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派出兵力赴印度尼西亚日惹特区，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专家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采取多国混合编组形式组织，主要开展重大自然灾害背景下的人道主义救援减灾桌面推演和实兵演练，并进行相关领域学术研讨交流。今年以来，中国军队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组织的人道主义扫雷专家组联合扫雷行动，以及维和、反恐和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专家组实兵演习等，持续深化东盟防长扩大会机制下的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应对安全威胁、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近段时间以来，海军7级光舰执行远海实习任务也备受关注。7级光舰满载排水量近1万吨，2017年2月下水服役。隶属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某训练舰支队，是目前我国海军吨位最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专业训练舰。据了解，7级光舰配备多套由我国自主研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学装备，通过网络教学终端实现编队训练、对抗演练、协同等网上推演功能。可保障400余名海军学员或官兵完成航海业务、舰艇航行与操纵、舰艇共同科目等近远海实习任务，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海上流动大学。9月4号，中国海军7级光舰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执行远海实习任务，并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3国。值得注意的是，随舰实习的除了300多名中方学员以外，还有来自泰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5国的10名海军学员与中方学员混编同训。据介绍，此次任务旨在提升海军生长军官视岗实操能力，加强与到访国海上务实合作与互信，为服务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我非常幸运能参与到这次航程当中，在航行中我参与了很多的理论课和演练。中国和印尼海军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和交流，我希望我们2国之间的关系能更加牢固。我结交了新的中国朋友，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舰员随时都在指导我们，这次培训肯定会使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友谊更加牢固。10月5号，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安全护送巴拿马籍商船，这是中国海军第1589批护航任务，也是海军第45批护航编队完成的首批护航任务。自2008年以来，中国护航编队航行在亚丁湾索马里海域，全时保持戒备状态，一旦有船舶求助，就第一时间前出支援。请教一下曹先生，中国海军力量在保障国际重要贸易航道安全发挥了多大作用？在2008年呢，就是当时我们派出舰艇护航编队的时候，第一次派出舰艇护航编队，我们没有经验啊。那当时的海盗劫持船只的成功率是多少？80%以上啊，它都能劫持成功，就是在亚丁湾索马里这个区域里边。当我们派出了护航编队和其他国家的海军共同加强海上通道安全的护航的时候，很快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边就是海盗的劫持率
上船劫持率啊就下降到不足5%了。你想想，从80%以上的成功劫持率和它下降到不足5%啊，那应该说对这个海上通道安全，对这个国际粮农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就是这10几年来，在这个护送的过程中，我们保证了2个100%，就是备护船只的100%的安全和我们自己护航编队、舰艇、官兵的100%的安全，这个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我们为了国际这个海上通道的安全，为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建设，为了我们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应该说我们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的啊。目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正在印度尼西亚日惹特区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人道主义救援减灾专家组实兵演习，这是中国军队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又一重要举措。请教一下曹先生，对于中国不断派出军队与外军展开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内容的联演，您是如何看？因为我们知道啊，就是印度尼西亚它是个千岛之国啊。那这个国土面积应该说很大，特别是岛屿非常的多。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它又饱受了啊，就是天灾人祸。所谓天灾，比如说这个大海啸啊，这个还有火山爆发啊，这个都给印度尼西亚带来了巨大的这个损失，经济损失啊，人员的损失。还有呢，就是恐怖袭击啊，这个也对印度尼西亚造成了很大的这个伤害。所以你看，这个是它现实中要面临的问题，而且未来还可能啊会继续啊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针对啊就是这个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对东南亚或者东盟的这些国家的情况，我们进行这样的联合，就是一方面是体现就是我们如何应对这样的就是危机或者是灾害啊，我们要体现就是在人道主义方面的这种救援方面的这种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可以增进啊，就是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军事方面的联系啊，增加我们之间的信任啊。所以呢，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行动，可以更好的啊，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世界啊认识中国人民解放军。